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。那在去年的年中呢，Sony发布了这个全新世代的半开放式的监听耳机，叫 MDR-MV1。那在上个月呢，他们又推出了一款封闭式的新品，叫做 MDR-M1。那也就是目前呢，在我左手边的这3只耳机里面的最前面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手边目前就集齐了这个 Sony 监听耳机产品线的3本柱，分别是最入门的7506，它这个价格是3490，那中间的这个MV1，它价格是11990元，接着到最新的这个 MDR-M1，它的价格是7990。所以看起来这个新款的 MDR-M1， 它是填补了我们原本7506到这个 MV1 中间的一个价差。好。那很多人讲说，看一下它官网的规格啊、频率响应啊、单体的结构啊，好像跟 MV1 很像，所以它的听感也是跟 MV1 是一样的嘛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来跟大家做一个快速的开箱，以及跟7506还有 MV1 做一个这个听感的差异的分享。因为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我听的监听耳机不多，但是我觉得 Sony 的7506或 MV1 你在外面你要找到试听的话，应该是蛮简单的，所以用这2只耳机来做一个对照比较，我觉得应该在你选购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觉得这个 M1 的发布并没有很出人预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半开放式耳机，如果以专业工作的角度来讲，半开放式耳机它有时候是有点限制的。像有时候你在看到YouTube 上面还有一些 live 的演唱嘛，假如说 The First Take， 他们歌手在唱歌的时候，他是戴着一个耳机，然后直接离麦克风贴很近，直接唱歌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是用半开放式的耳机的话，你就有机会耳机会漏音嘛，你漏出来的声音，因为他们那个歌手唱歌的麦克风都电容麦克风，很敏感，那会被你的麦克风收到。所以其实这个场合它别无选择，它只能用这个封闭式的耳罩。好，那有人会又会讲说，那这个 M1 其实日本国内的话，它是有2款嘛，监听耳机就是已经发布了，是 M1 ST 跟这个 CD900 ST。那这个 M1 是不是就直接把这个 M1 ST 移植到国际市场去做发售呢？那当然，我看一些国外的测试或国内的一些有人听过，他们说基本上听感是不一样的。但我觉得我就以 MV1 来去跟大家做比较，因为这2款都算是近期比较新的产品嘛，尤其是 MV1 去年发布的时候，我觉得算是引起蛮多人注目的，所以大家好奇的应该还是跟 MV1 的一个差距，所以我们重点就还是在用 MV1 去做比较这样子。好。那又有人会说，那这样那个密闭式耳机已经有7506啊，干嘛还要出 M1？ 那我觉得基本上这2只就是完全是不同等级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听人声的一个监听，我觉得7506还 OK。但如果你想要比较复杂一点，你想要听一点乐器的细节啊，或你的编制比较复杂的时候，我觉得MV1 还是有其必要的啦。好。那我们先看外观，基本上 MDR-M1 它就是这个经典的你可以看到它的跟7506差距，简单讲差在哪里？首先它的头戴的部分呢，它就跟 MV1 是一样的，采用那种皮垫人工皮革的材质。那接着呢，在2侧，这就是 Sony 金属的耳罩。有点小缺点，就是说它的上面的字样呢，有一个叫做 Professional， 那个是用一个贴纸贴上去的，所以看起来还是稍微的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有质感这样子。然后还有另外提一点，就是说在7506上面，你的耳机是可以直接完全翻转的，但是在 MDR-M1 跟MV1 上面，它最多就只能没办法整个转过去，就只能稍微做一个微微的角度的这个翻转。所以大家到时候我们来特写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在它的2侧呢，一样是采用有刻度的设计。我看这种工作室的耳机好像都蛮喜欢这样子，因为如果你到不同的场合，可能你到别人的录音室，那它刚好这款耳机，其实你常用的刻度，假如说你都习惯2边各拉到3，各拉到4，那这样就可以很方便记忆你的头型嘛。那它左右2侧各有10个刻度可以去做调整。
那耳机线的部分是采用了可换线的设计，这部分就跟 MV1 一样。然后呢，特别讲一下说，他们这种专业的产品，在接线的地方都有一个可锁紧式的设计，所以不管你是要在舞台上用，你在任何地方用，工作的时候用，你不用怕说你一个转身或有人走过去把你的耳机线裁掉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耳罩的部分，这个MV1 它是用有点像那个去年发布的，它是有点像海绵的材质。那今年的这个 M1 它是算用人工皮革吗？那比7506这个也是同样皮革感觉来讲，7506那个就是塑料感就比较重了。那到 M1 的话，它就是比较精致的感觉。但是整体的重量来讲，216公克。比那个MV1 也来得轻，比7506也来得轻，但是坦白说，我觉得整体的配重来讲啊，加上佩戴的舒适度来讲，我觉得还是去年的 MV1 是最胜出的。我觉得也许是在第一个，它的耳罩的那个 MV1 做的比较大，那我的耳朵戴 M1 的话，会觉得那个耳罩的大小稍微小一点。那第二个是 M1 它比较夹头。所以其实戴久的舒适度，虽然说重量比较轻，但我觉得戴久的舒适度来讲，去年的 MV1 还是比较好的。这样，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到单体的频率，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跟 MV1 是不是同一颗单体啊？因为你看到频率的响应就是5赫兹一直到80K 千赫兹嘛，这样子。但是我必须讲的是说，其实呢，频率响应跟 MV1 是一样，但声音的走向是不一样的。就是简单来说 ，M1 的声音它是干净许多的，但是 MV1 的话，我觉得也许它是强调说它是一个环绕声或那个杜比全景声，还是给这种电影用的，反正它一直都强调环绕的感觉，所以它的那个 echo 感、声音的那种氛围感，跟一些乐器的怎么讲低音的亮感，都是比较肥厚的。就你没有听错，一般人听到封闭式耳机它是不是低音会比较强，所以 M1 的低音是不是就会比 MV1 来的更强？但实际上听感我觉得它是低音都变收敛，然后整个声音都变干净这样子。好，我举2个使用的例子啊。第一个例子是我在 YouTube 上面我去听一些现场唱歌的节目，那你常常听一些那种选秀歌唱节目啊，就不是有观众拍手嘛，观众去讲话啊，或观众尖叫啊，然后或者是说他背景伴奏的乐器。那 MV1 的话，你会听到更多那个空间里面回荡的声音、观众的声音，以及一些假如说背景合成器的乐声。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，你的人声会就被排挤到这个，就是它声音很杂，所以你人声会在这里面的比例，我觉得稍微就小了一点这样子。那它的低音也会，因为 MV1 的低音比较肥，所以简单来说，我觉得 MV1 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，也许你会更喜欢 MV1 的一个听感，因为它整个声音听起来是更丰富、更饱满的，你也可以说是更泛滥一点。但是呢，M1 的话，它就会让这个人声。虽然说你有很多的乐器，假如说这个现场有吉他、有鼓，那有背后合唱团，那它有一些那种合成器、有钢琴，但是 M1 可以让你很精准的在这么多乐器里面，一样听得到人声的它的唱歌的细节，然后以及它的一个非常干净的声线这样子。所以简单来说，我觉得 MV1 会有点像是你坐在现场 live 去听音乐那个感受，而 M1 的话有点像是你坐在导播室，你就戴着一个耳机，然后你要很专心的听歌手他唱歌有没有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。好，那另外我觉得我看网络上有些评论说他觉得MV1 的人声表现是比 M1 更靠前的。那我觉得这个要看录音。简单来讲，有些如果你听一些发烧片那种大陆歌手，他很喜欢把人声录得很厚，然后加一些那种回音，就录得很重。那 MV1 他在听这种音乐的时候，他会去加强那个效果的感受，所以你听这种发烧的唱片，有时候你会觉得MV1 你的人声更靠前，更贴近你。但是如果是 M1 的话，他听这种音乐，他就那种加强的效果，你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重，所以你会听到比较多人所谓有点像原始录音的那种感觉嘛，就是它的一些细节。所以你听这种发烧唱片的时候，你反而M1 的人声会是比较远的。
但如果你今天是听一个很复杂的场景现场的演唱会，你用 M1 听反而会觉得人声比较贴近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这样子。那第二个我使用的场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级的监听耳机嘛，所以假如说我听一些吉他演奏，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音乐工作者，你需要去抓歌，需要去抓说这首歌的旋律是怎么样，它的音符，你要拿一个乐器，你要采谱这样子。那我觉得简单来讲，就 MV1 它所有的一些吉他人声的细节的声线是，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嘛，它可以在很多复杂乐器里面依然表达很清晰的一个声线，所以我觉得它对于这种音乐工作者来讲，如果你是喜欢听小提琴的，你喜欢听吉他的，那你用 M1 去听，我觉得它的声音是非常过瘾的。而且它的整个的乐器的表现，就算你那么多乐器啊，它在播放的时候，因为它的回音感比 MV1 少，所以它能很清楚的听到每个乐器的一个内容。所以如果你是有学习音乐的朋友，我认真觉得其实新款的这个 MDR M1 它对你的工作上来讲是比较有利的。那当然最后我要分享的就是说，因为像我们自己亲身体验的话，像我自己录制声音，其实我都还是会进到一个后置软体去做一些，不管是降噪，或者像有时候我们讲话会有一些，像有些人讲话，他的气音，他的嘶嘶嘶、滋滋滋、呲，他的这个发声会很重很刺，所以我们其实你就算看到我们只是一个纯谈话的节目，我的声音还是会进去后置软体去做一些修正。那我自己在体验完7506 MV1 跟 M1 之后，我来简单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当然7506我觉得它的细节相对来讲就太拙，所以比较起来就我觉得效率上没有很好。那如果拿 MV1 跟 M1 比的话，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M1 就是你今天你不管调整一些这个 EQ， 你人声去调整一些这个后置的去气音去杂音，它的情感上的变化是非常反应非常快速的。所以简单来说，我觉得如果你是第一个你是有玩乐器的朋友，那你有抓歌采谱的需求，这个 M1 非常不错。那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工作者，我觉得M1 也可以很好的反映说你今天对音乐做了哪些的修改，它是反应是非常直接快速的这样。然后加上我觉得这种专业级的监听用的这种耳机啊，其实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价位不能太贵，因为我们就像我们之前上集讲到 MV1 一样，你一个就所谓叫做监听参考级的耳机，它为什么叫做参考级？就是每个人最好手边都有一支，这样大家沟通的时候才有一个共通的标准嘛。那 MV1 其实它1万出头的价位是，如果你说对录音室那些用起来，可能稍微是有点贵的啦。所以为什么你看大家都用7506，要3000多块很便宜，弄坏也不心疼嘛。所以新款这个 MDR M1， 我觉得它一个7990的价位比7506贵1倍，但是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工作效率的提升跟音乐的感受是远超过7506这样。那我觉得简单来说，它跟 MV1 算是截然不同的一个风格，所以就是如果你说我要怎么选，就是其实还是看你的乐器。如果你是或你的工作内容，我比较推荐的说，假如说你要抓主旋律，你可以用这个 MDR M1。那如果你是要抓一些背景的和声、合成器，那你可以用 MV1 交互去做使用。那当然，长期的一个佩戴感来讲，我觉得 MV1 还是比较好啦。但是如果你说因为 MDR M1 让你工作比较有效率嘛，所以就看大家怎么选了。好，那我是 Alan， 这就是我们这个 MDR M1 的一个开箱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我们麦斯音响体验一下这个最新款的 Sony 监听耳罩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